又见面了，程娘子。林将军，伤可好些了？今日可是又有军务要处置？小伤而已，早就无碍了。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。阿父，之前三叔姨女说过吧？去华仙路上，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，是林将军救了我们。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。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。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，又为在下宽衣疗伤，大家不必这么见外。陈娘子脸色苍白，可是病了。不劳将军费心，路程颠簸，看着没力气办，是吧，阿瑶？是。既然身子不舒服，就早些恢复休息吧。都城严设关卡，在此排队不知还要排多久，就让在下护送你们进都城吧。前方让路！前方让路！程将军、陈夫人，进城后莫走中直道，走渔阳里旁道即可。多谢林将军。学生见过夫子。哦，这位是林将军，因平乱受伤，伤久不愈，圣上特地留他在此休养。林将军，伤可好些了？林将军、单剑雄，你们竟都在这里，你们还不知晓吧？我在义清了。喏，就是他，他就是你们未来弟父。再去背一碗吧。才2月不见，程娘子就要结亲了。单剑与你道喜啊！多谢袁公子。这雨也下起来了，不如我们尽快动身去别院吧。雨势不小，我们一同前往吧。程娘子，你就坐我的马车。你那摇车虽有雨盖，但这雨夹风势抵挡不了多少。听闻你风寒初愈，若是再淋了雨着了病，
就不好了。娄公子，在下备有蓑衣快马，若不介意，你我一同骑马前往。那就谢谢子辰兄。少成，你快去，我随后就到。那你可得快些。女公子请。多谢林将军。无妨。承嗣娘子，别院到了。有劳林将军。举手之劳。陈娘子，此处乃前朝匠人所建造的别院，你若感兴趣，在下可陪你逛一逛。此处离华县有多远？雨势太大了，就算赶回去，是没人开放。今夜你便宿在此处吧。我已经差人前往华县通报陈县令，不必担心。多谢林将军。陈娘子方才淋了雨，带她去梳洗吧。我等阿瑶一块儿。娄公子我自会照料。你快些去吧。女公子请。少商，阿瑶，你居然又逆亲，可不能就此沉迷温柔乡啊！别忘了，白鹿山夫子对你的谆谆教诲。当然不会。我与你大兄是同窗，今日我便代他尽些兄长之责，考教你功课是否荒废。啊？不是吧？别院中正好设有一间书屏，二位若想温习功课，那书屏不失为一个好去处。这边开始考教啊？一个时辰已经过去，为何不能考教啊？你若素日只潜心用功读书，怎会心中如此忐忑？好吧，单剑兄，请问，我问你，你为何忽然来华县？啊？还与那程四娘子议亲了？这也不是书上的内容啊。我没说只考你书上的内容啊。我已仰慕少商已久，就想着离他近些，我就跟来了。仰慕已久？你是仰慕他满腹算计，还是仰慕他心思深沉？单剑兄误会少商了，他只是足智多谋，
比其他女娘聪明机敏罢了。她也就哄哄你这般蠢笨的。我且问你，她又是如何认识林子胜的？上次玉写，子胜兄于叛军手中救下烧伤，烧伤还帮他治伤来着。治伤？他还懂治伤？英雄救美，真是好生俗套。不对，他怕是利用治伤来换取凌不疑护送你们去华县吧？单剑兄，我不知你与少商之间有何误会，他又是如何得罪了你？但他确实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般不堪。得罪？算不上，我与他又不熟。我与你阿兄，好歹是同窗好友。我只是提醒你，莫要被他那娇花似的纯良模样哄骗了去。这女娘可不是好相与的，小心折损家族，自身。罗公子、袁公子，晚膳已经备好了，将军请你们去前厅用膳。好。程娘子，这边请。与夫子攀谈，倒也方便。没事，你去吧。请吧。愿战乱休弭，风调雨顺。愿岁月不悔，往事不哀。20余年了，自我遭立地加害，不得已离家游历天下，已是20余年了。程娘子，今日我倚老卖老，随你叔母叫你一声少商，可好？大夫随意便可。我们相逢即是缘分。少商，今日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，可好？可是讲夫子自己的故事。哎，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，切勿攀扯他人。多年以前，有位世家公子，虽父早亡，才华出众，后名声斐然，受尽追捧。这位公子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，可惜因未婚妻容貌平凡，公子觉得未婚妻配不上自己。夫人，我在孙医馆处寻了个方子，说是宫中养颜用的，夫人可想试试？我容色平平，何用养颜？你会帮我留意这些？你娶了我这无颜女，如今可是后悔了？我若是看脸娶妻，为何不化个妆，把自己给娶了？这天下，我还没见到哪个女娘比我更俊。你呀，唉，可惜啊，
皇甫仪可不是这般想，他当初并不甘心娶我。夫人，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个背信弃义、心瞎眼盲的家伙了？那个人家逢大难，远遁他乡，你当初没有提出退亲，已是仁至义尽了。那未婚妻家中亲长也纷纷劝说他退婚避灾，可他力排众议，不肯背信弃义。非但如此，她一个小女娘，还以一己之力承担起照顾公子家眷的重责。更甚至，她还要备受未来君故的刁难，所做一切，只为盼公子早日归来成亲。而他这一等，就是7年。夫子恕我直言，那公子就不该让未婚妻吃的。陈娘子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天若无道，人就该遵循天命；天若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程娘子待人一向刻薄，敢问程娘子，倘若遇上这事的是娄公子，你等他还是不等？袁公子这问题问的当真是不刻薄。好，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，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：倘若是你遇上这样的祸事，你是等还是不等？我先问他，请程娘子先回答。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，请袁公子回答。少商，我不会要你等的。我没说错啊，少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。陈娘子可真是寻了一个好良婿啊！公子王父有位十分了得的护卫，承公子王父当年恩情，自告奋勇，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。途中为保护公子，不幸护卫临死之前，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。谁曾想，就是这段恩情，断送了前世情感。这段恩情断送前世孽缘，也未尝不好。原本7年后，他终于得以归家，为我阿父贺寿，并与我完婚。可那追随他2年的孤女，非在他归家时服毒自尽。若非他执意照顾孤女，拖至归家脚步，我又怎会在阿父寿宴上再被羞辱？未婚妻在寿宴上苦苦等待，一日一夜。谁知公子并未如期而至。公子心知未婚妻心中悲不自胜，定要与其见面，诉说各种苦苦哀求其数日，才得以相见。谁知未婚妻开口就是退婚。公子深知他此时正在气头，想假以时日，待到其平心静气。谁知等到的却是他要下雨。
旁人的音讯。你既可为旁人拖住归家脚步，我为何不能驾驭旁人？我非要快刀斩乱麻，从此斩断与你的前尘过往。公子百思不解，未婚妻苦等了他7年，为何眼看花期在望，最后却偏偏在这一件区区小事上逆骨不化呀？敢问，这位公子一直对未婚妻的相貌暗暗惋惜，这未婚妻可心知肚明啊？那是公子年少之想，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厚，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。那未婚妻要的可是公子的感动，她不过是希望心上之人能将自己放于心上罢了。只不过，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自负又薄情的混账。夫子，我倒有一问题。若你是内公子，未婚妻和孤女同时掉入河中，你应当救谁？陈娘子不如这么问：若未婚妻会一点水，将能在水面上浮得片刻，而孤女丝毫不会水，若夫子是公子，先救谁？没错。凌将军，若换作是你，你先救谁啊？刻薄，谁最刻薄？你最刻薄。若换作是我，自然是先救未婚妻。若先救孤女，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，可能叫水流冲走。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，又怎会让心上人有半点不测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孤女死而不救？若是我也是要先救烧伤的。哎呀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。那未婚妻并未掉入河中，此假设不成立。那孤女也未曾掉入河中，只是自行服毒罢了。人死了便死了，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嗣，将来保他升官发财，让他的香火得以延续足矣。未免有些对不住那名惨死的侍卫。对不住便对不住了，人生在世，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？此话说的有道理。家父也是武将，战阵之上，为护卫他这个主帅，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，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都要嫁与我阿父的。说到底，要是那公子早些打发走那孤女，也就好了。这孤女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，不值一提。方才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，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这未婚妻既不能相信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，实则有心，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孤女确实毫无情意。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，如何结为夫妻？这未婚妻约是想明白了这点，才断然退了婚。她用了7年时光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情谊，又断然退了婚，就是为了告诉公子，她虽相貌平凡，但心意绝不能轻辱。
夜冷风寒，别再着凉了。还是披一下吧。林将军自己用吧，我身子好，不需要。子慎以为，那未婚妻实乃大智大慧之人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一旦想清楚，便毫无留恋。他现在遇见了对的人，余生幸福平安，对吗？嗯，如今的他，再幸福不过。人生百年，选对人，走对路，方得大幸。陈娘子当真觉得眼下所选是对的吗？少商，人家为师真的错了吗？往事不可追，夫子对前尘理当释怀，一切还需往前看。沈姐，您是说我当时能够快刀斩乱麻，不与那孤女纠缠，生活就能与我重归于好？夫子，弟子听闻承旨大人才貌双全，又是出名的情痴护妻，可料桑师叔余生所得的幸福，远非夫子能比。眼下夫子不能释怀，全因陈固自弱罢了。弟子愚见，情深则往，往则多虑。若能放手，则不虑不往，更不应记前尘。若夫子再纠结下去，桑师叔业已成婚，你要如何自处呢？这样吧。是。您就该早些歇息了，熬夜伤身呢。师傅！林将军，这别院附近是不是有狼？狼？昨夜听到狼嚎了，可凄厉了。阿阳，少商，快看，这马好生高大，怎么一夜之间换成了驱马？驾车用马是有讲究的，若是在城内用车，用身量骑平车做的小马即可；可若是要出城郊游，马匹身量最好在伞盖与车舆之间，这样不会颠簸，也不容易出危险。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重。还是子慎兄考虑周到，多谢子慎兄。对了，怎么不见山剑兄？他恐怕是被狼吓着了，一夜未睡好。
单剑，单剑，你为何不去榻上睡觉呀？哎，夫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单剑，你这嗓子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喝多了。单剑，为师教过你的，做人还是要节制一些的嘛。单剑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诉说我的？现已天光大亮，父子愿意去，便去吧。孙华！三叔母，三叔母回来了！终于舍得回来啦！皇甫仪可对你说什么了？三叔母怎知皇甫大夫留宿了我们一晚？他送信来告知，我怎能不知？他这个人啊，坏得很。当年如此辜负三叔母，如今还厚着脸皮来纠缠你。皇甫仪也非坏人，不过是聚集全天下男子烈性于一身罢了。哼，娘娘，这女子在世，姻缘不过是人生的一道风景，成败离不开得失二字。这日后，无论遇到何情何景何人，都莫要为男人放弃了自己，不值得。三叔母的教诲，娘娘谨记于心。不过三叔母放心，我和楼瑶定会好好的，除非山崩地裂，否则定会知足常乐。你呀，留步吧。三叔母，娘娘给你修的热水池子，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，这样才能睡得香。还有，叔母腿伤虽已痊愈，但还需要衣食复查，切不可怠慢。等娘娘回去，给你做个轮车，到时候再叫人给你送来。娘娘，放心吧，有三叔父在，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啊。但是你回家以后一定要听你阿父阿母的话，别再讲了。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，莫要整日胡思乱想。娘娘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忘了叔母给你说的那番话。现在倒是知道依依惜别了。当日只身去华县，走时连头都不知道回一下。夫人何以知道袅袅离别时不曾回过头啊？难道夫人偷偷的追过去看过他？时辰不早了，准备启程吧。大兄、四父，一路多保重。你们也多保重啊。不是。走吧。启程。这。走。少商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这么看去，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。想当初楼瑶便是如此，追着咱们的车来华县，如今又追着娘娘的车回都城，
只不过来时，袅袅还对他不假辞色，这走时，却已经亲密无间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这便是京城之志也，就像你与我。旁边那朵最大的那朵。哎呀，不是那个，旁边那朵。哪朵呀？哎呀，你快点！好，句话不急，不急。接到了吗？哎，给我！你看我簪这朵花可好看呀！好看。若是文家阿兄见了，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句话，可不敢这么称呼啊，那是圣上名讳，说不得。阿元，就算你摘花与我簪发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你若是再说这种话，我就叫我阿兄用棍棒将你打出去。阿兄，阿元，你瞧，这就是我堂兄家那个吃白食的侄子。哇！侄子，给女公子建安了。这些年因年景不佳，食不糊口，他就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投奔我阿兄来了。女公子怜贫惜友，子侄们感恩戴德。女公子今日看起来气色甚好，虽近日来春寒乍暖，但羊肉羹还是要继续用的。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，轮得着你对我指指点点的？当年圣上征伐时，崔侯便是先行官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从不畏惧生死。我听闻此次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。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君，每次少主公来，10次倒有8次能遇见他。女君连少主公是自己的亲子都不记得，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？他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，嫁人前的事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。他此时此刻当自己还是刚及笄的小女娘，以为崔侯还是那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呢。阿兄啊，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，这陈年旧事，你倒是记得比我还清楚些。仇阳侯怎么来？倒也不算难看。纵使锦缎再华丽，衬你都黯然失色。还有你说，我称第二，哪个敢称第一？就算是岳衡那个小贱妇，也比我差得远。我阿文兄长现在满心都是我，即便没有这些锦缎，他也不会多看那个贱妇一眼。静华，你怎么可以对岳飞出言不逊呢？你可知道他是当今圣上身边的贵人？岳飞？什么岳飞？
林毅，是你负了我！你警察，来人啊！先扶你军区休息。你去死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明知此处不欢迎你，为何不请自来？我来关心自己的夫人和孩子，有什么不妥？你怎么还有脸称君华为夫人？你算他哪门子的老许？那也比你强。你苦苦纠缠君华了几十年，还连正面都没看过。子胜，阿福来时有重要的事情。樊长一案牵扯军械，应交廷尉府审理，你又何必趟着浑水？而且此案牵扯朝中从龙功臣，他们都是跟随圣上建国，享无上荣耀。圣上怎么能因为区区的一些军械之事，为难肱骨之臣？我与季大人一同审理此案，是圣上的意思。我想要的只有真相。子胜，你终究年龄尚轻，为父要承担起教导之责，听阿福一句话，就此罢手吧。当年霍家兄长帮圣上夺下江山，也是子胜一般的年纪。灵毅，你凭什么小看人？子胜，我与你站在一处，甭管此案牵扯到谁，你尽管去查。要是有人敢动你分毫，崔佑第一个和他拼命。崔佑，你这话说的太轻巧了吧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我都保不住他。现在他们已经动手了。子胜，你可知一个时辰前，赵玉被劫，樊昌现已逃脱。接下来这案子该怎么查？子胜，遇到大麻烦。饿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果干。甜吗？甜。若娘娘真心喜欢娄公子的话，为何会这样为陶干与他？这与为犬畜有何不同？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妥了。依夫人看，恩爱夫妻，该如何喂陶干，才不像喂狗啊？那自然是用手喂到对方的嘴里才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你我也不算是恩爱夫妻。夫人就未曾亲手喂陶干放到我嘴里。我们能一样？我们可都是老夫老妻了。年轻的时候你喂过呀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我这就管他们要陶干去，也好让他们学一学真正的恩爱夫妻究竟是什么样。将军，你就别再闹了。晴天白日，都城城门设置关卡，车队只让进不让出。夫君有没有想过，是否有何不妥？是啊，闲杂人等，莫要扰乱公务。我乃曲灵侯程齿，
奉旨回京，还望门侯行个方便。原是程将军，将军见谅。上方有令，说是有要犯逃脱，小人奉命进言城门，入城者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不论所因何事，都要一一排查。程将军，小人斗胆，请程将军待到明日，大约便可入城。明日，莫不是门侯欺我官职太小？下官不敢，小的也是奉命办事。程将军，不论官职大小，都要的。凌将军到！快走走，快让开，快！开城门，快报警，快！程将军，林将军，设卡如此严格，可曾真的抓到疑犯？回林将军话，未曾。我想也是。嫌犯连守卫森严的诏狱都能逃脱，更何况这关卡？你这不过是在扰民罢了。又见面了，程娘子。林将军，伤可好些了？今日可是又有军务要处置？小伤而已，早就无碍了。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。阿父。之前三叔姨你说过吧？去华仙路上，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，是林将军救了我们。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。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。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，又为在下宽衣疗伤，大家不必这么见外。陈娘子脸色苍白，可是病了。不劳将军费心，路程颠簸，看着没力气办，是吧，阿瑶？是。既然身子不舒服，就早些回府休息吧。都城严设关卡，在此排队不知还要排多久，就让在下护送你们进都城吧。前方让路！前方让路！
程将军，陈夫人，进城后莫走中之道，走渔阳里旁道即可。多谢林将军。难怪城中小女娘们都为林将军倾心，若没他，不知何时进得了城。阿瑶，既入得城来，你还不赶紧回去，将你我之事禀明你阿母？对，我这就去。程将军、程夫人，罗瑶就此告别。何时能到啊？大郎！哎呀，我的大郎啊，你个没良心的呀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，大郎啊！你个没良心的呀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，大郎啊！阿母。你虽是庄稼人出身，可也不能将我当弟弟呀！你这手劲儿，我可吃不消。你说你出完了黄钗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去什么华县？我听说华县有余孽造反，你要有什么意外，你让阿母怎么还呀？阿母，袅袅也遇险了。是啊，大母，听闻袅袅遭遇贼匪，险些丧命。是，我知道，我听说了，我正要问此事呢。袅袅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跟你三叔一直在一起呀？你三叔有没有遭遇贼匪呀？你三叔有没有负累受伤啊？啊！哎呀，这个三郎他是读书人呐，他哪受过这种苦啊？三弟，他去那破衙门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他那个心腹也是个不顶事儿的，连饭都不会做。你让三郎。大郎，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啊？是不是你三弟出了意外，你不敢跟我说呀？老天爷呀，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阿母，休要胡言啊！三弟好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啊？那我问你这般多句，你为何一句都不答？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句，我总得想一想，先回答哪一句啊？大母，我知道你定是担心叔父叔母，所以我特带了一个口舌灵便的仆妇回来。这仆妇这几个月每日待在叔父叔母身边，看到的听到的定是不少。打明日起，我就让他巨细靡遗的全都讲给你听。哎呀，干嘛还等到明日啊？现在赶快把人叫到我房中，我要让他跟我说说这些时日我的三郎都吃了哪些苦啊！我的三郎是读书人呐，他怎么能吃这么多的苦呢？袅袅果真了得，竟能想出如此方法。阿修日后可得学着点。不可能啊！今日我起了一卦。卦象说家中今日有口舌之分，大母如此偃旗息鼓，真能应卦？那就是你算的不准呗。不可能，就可能，就可能。袅袅，跟我回屋去，阿母有话要问你。你在路上又做什么惹阿母生气了？这一路上我可一直是小心谨慎，从未惹阿母生气的。哼。阿父，今日城门戒严，你不与阿母去商讨一番？急什么？人家林将军都没提半句，显见与我家无关。你还不赶紧进去，
别让你阿母等急了。可阿父，卦象上说的今日家中口舌之分，看来是应在这里了。可怜的袅袅啊！唉。哎，你先给我说说，这几个月你都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？不许漏下一丁点。啊？全部都要说吗？嗯，那可有好几个月呢。好吧。那日，我跟着三叔、三叔母一同上路。哎，先说林不疑。叔父应该都跟阿父说了，不过就是那些事儿。你三叔父可没说过什么宽衣疗伤、历经生死啊。阿父，你莫听林不疑夸大其词，我跟他总共都没见过几回。没几次是多少次啊？也就3、4、5、6、7、8回吧。是你们要问的，说了不入耳，你们又不想听，那我不说，那不说也不行。不说你们若是想打我怎么办？你但说无妨，阿父绝不打你。也不能罚我啊！我跟阿瑶还约好了做好多事情呢，不能罚我在家抄书。磨蹭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说！你与那个林将军为何如此熟稔？他还特意送你入城。你说子申亲自打开城门关卡，还亲自接承江四娘子进城，然后再去抓的反常。是，陛下千万不要责怪林将军，他向来最讲规矩。此次恐怕是念及程娘子的救命之恩吧？恐怕不仅仅是救命之恩呐。那还能有什么呀？此生听闻程娘子出事，置自己身负重伤于不顾，赶紧去救人，还在抓捕樊昌紧要叛徒之际，吩咐打开关卡，亲自护送程娘子进城。林子胜是何许人也？此事绝对不简单。有何不简单？我每次与他见面都是众目睽睽，而且阿瑶也在。你可知那林不疑是何许人啊？他有好些官职，我可背不全。你呀，你就别瞒着我。你明明知道那个林将军对你是有意图的。那阿母便说说，林不疑到底图我些什么？你阿母是说林不疑心悦于你。还真是好笑，你们整日说我千不好万不对，何来自信我能高攀上林不疑？即便是林不疑真的心悦于我，女儿只知阿瑶是唯一向女儿提亲之人。那个林不疑啊，不是在剿匪擒贼，就是在重伤休养，他哪有时间与你提亲？那便就是天意，可见还是阿瑶更适合我。如此说来，你就是放不下娄家那门亲事，就算是林不疑心悦于你，你还是要嫁给娄瑶，对不对？说来说去，阿母就是不愿意我嫁给阿瑶，对不对？即便是林不疑并未对我心悦，也要命我为他留一线机会。袅袅，我不是让你要选林不疑，我是希望你能够婚姻圆满。娄家二房示威，你要是嫁给他，娄瑶能护得住你吗？这天下的好儿郎这般多，你为何这般着急？你可以再等一等，看一看，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？就是啊，阿父阿母，
三叔、三叔母都是神仙眷侣，我又何尝不是羡慕？只是我知道自己一直以来运气不好，若还要挑三拣四，错过了阿瑶，便想再寻个好的，也是件难事。不如阿母就像大母那般，去寻个老神仙问问，看看我错过了阿瑶，还能不能遇见比阿瑶更合适的。娘娘休要胡言。当年我把你留在家中，是阿母不好。这些年啊，没有长辈的教导，你看你养成了这个顽劣的性格。你回想一下，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在汝阳王府大打出手，在万府拆桥闯祸，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之举。就你这样的性子，嫁到了娄家，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？在家中，我可以让你投奔你三叔；若是嫁到了娄家，我想护着你都鞭长莫及。那个娄瑶又是个软性子，你如何能够全身而退啊？说到底，阿母就是瞧不上阿瑶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与阿瑶早就商量好了，日后她外放，我随她一起。阿母自可眼不见为净，也不用为我操心。我与阿瑶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，振翅高飞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姻缘。那你就和娄瑶在一起。阿母希望你能够恩爱一生，没有波折。我与你阿父不会再说什么了。多谢阿父，多谢阿母。女儿先告退。元姨啊，娘娘还小啊，日后她会懂得你的苦心的。再说娄公子也不错，虽然性格软绵些，可也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娘娘嫁与他未必坏事。我只希望袅袅能够寻个良人，不想让他遗憾终生。可他就是不听我这个阿母的，总是和我顶撞，我能害了他吗？我知你因着过去的事情，始终觉得亏欠袅袅，恨不得一切都代他做主，让他少走些弯路。可婚姻之事，谁又能轻易的断言是好是坏？我不能断言他的婚姻，可是我能断定，那娄家就是个龙潭虎穴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吃苦受罪吧？这天下的好儿郎多了去了，他又不是没得选。娄家是龙潭虎穴，可凌家内情比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再者，凌不疑如今正决力三尺，也要查清樊昌一案，不知又要触碰多少人逆鳞。我还庆幸少商与之没什么瓜葛呢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夫君，陛下，这程家小娘再好，那是和娄家定亲的。这样，
只是心疼子胜。自他阿父娶了程于氏，逼封他阿母之后啊，这婚事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。他宁愿背负不孝忤逆之名，也要和城阳侯划清界限。朝臣们还参他不孝。殊不知啊，他才是这世上至真、至孝、至善之人呐。您说这城阳侯此生娶妻2回，却只生1子，这凌将军呢，假如能服个软，将享何等的滔天富贵呀！可是他为了母亲，却不为所动啊。这竟或是全族性命，就算是偏疼子胜一点，也无法弥补当年的憾事啊！嘿，谁想到啊，令这些朝臣一个一个的嘴馋眼红了，变着法儿的在朕面前啊诋毁诬陷的。你瞧瞧这些书报，明明是廷尉府监管不力，才弄丢了樊城。子胜不过就是协助审案，才回都城没几日，一个个急着啊，给他扣上这么一个懈怠失职之罪名。那这次凌将军能抓回樊昌吗？朕信他，就像当年朕信任霍兄一般。